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被教导一个看似简单、清晰的人类起源故事。人类起源于非洲某一个摇篮，随后走向世界各地。但如果这个被反复讲述的结论其实只是更大拼图中的一小块呢？越来越多的新发现正在动摇我们对人类进化的基本认知。从古老化石到最前沿的基因研究，证据正在不断累积，指向一个更加复杂也更加耐人寻味的真相。事情真的有那么简单吗？这些新证据到底在暗示什么？在过去1个多世纪里，达尔文提出的走出非洲理论一直是人类起源研究的核心框架。这个理论以非洲类人猿的存在为基础，认为现代智人大约在30万年前首次出现在非洲。这个观点本身并不新鲜，但它之所以迅速成为主流，是因为大量化石证据似乎都在为它背书。比如，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智人化石确实主要出土于非洲多地，尤其是像吉贝尔伊尔胡德、奥莫遗址这样的地点。这些化石非常关键，它们让我们得以一窥早期智人的真实面貌，也帮助科学家重建他们的生活方式。从这些遗骸中可以看出，早期人类要面对的是狩猎、食物短缺、环境变化等重重挑战。但同样明显的是，正是在这片非洲大陆上，人类开始逐步形成那些定义我们是谁的关键特征：复杂思维、文化行为以及最早的技术雏形。非洲被称为人类文明的摇篮，第一个孕育复杂思想和工具的地方。但问题在于，这一切可能从一开始就不完整。真正值得关注的，或许不是人类在非洲发生了什么，而是之后发生了什么。根据走出非洲理论，在大约10万到20万年前，一部分早期人类开始离开非洲，向外探索。但这并不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迁徙，更可能的情况是多次零散的扩散事件，受到气候变化、资源压力，甚至人类自身探索欲的推动。他们进入中东、亚洲，最终到达欧洲。然而，当这些早期智人走出非洲时，他们很快发现一个事实：他们并不孤单。在非洲之外，早已有其他人类近亲在那里生活了很久。直立人、尼安德特人，早在智人离开非洲之前，就已经在欧亚大陆扎根，存在了数十万年。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进化表亲后来怎么样了？传统观点认为，智人要么直接取代了他们，要么在竞争中彻底击败了他们，最终导致这些古老人类的灭绝。换句话说，智人像一场野火，迅速扩散，占据一切。但近年的研究正在让这个画面变得不再那么干净利落。越来越多证据显示，事情可能并非单纯的替代，而是发生过杂交与融合。基因研究已经发现，在现代非洲以外的人群中，仍然能检测到尼安德特人的 DNA 痕迹。这说明，当早期现代人类遇到其他人属成员时，并不总是竞争和冲突。有时候，他们建立了更亲密的关系，并留下了延续至今的遗传印记。但真正的问题来了，我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把人类起源这件事理解错了？人类真的只来自非洲吗？如果不是，那我们最早的起点究竟在哪里？答案远比教科书复杂。乍一看，走出非洲理论结构完整，逻辑清晰，几乎像重力定律一样被普遍接受。但当我们真正深入挖掘时，就会发现有些地方并没有那么严丝合缝。讽刺的是，这个理论如今面临的最大争议，恰恰也来自它曾经最有力的支撑——化石证据。近年的新发现正在揭示一些并不完全符合理论预测的化石，迫使科学家重新审视我们一直以来对人类起源的认知。那么，科学家到底发现了什么？1966年，一块化石被发现，但直到2022年才被正式确认其真正意义。它来自以色列乌贝迪亚遗址，距今大约150万年，是目前已知非洲以外最早的人类化石证据之一。更关键的是，它的年代甚至早于著名的格鲁吉亚德马尼西直立人化石，那些化石大约有180万年历史。在此之前，德马尼西一直被认为是人类走出非洲后最早的定居证据，而乌贝迪亚的发现直接改写了这条时间线。但真正让这块化石震撼学界的，不只是它的年龄，还有它所属个体的体型。
研究显示，这名个体即使在童年时期，身高就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同时期成年直立人，并且成年后很可能会更高大。听到这里，你可能会以为科学家发现了某种远古巨人，但事实恰恰相反。这种体型差异指向了一个更深层的可能性。在同一时期，非洲之外可能存在至少2种不同类型的早期人类。这意味着人类并不是作为一个单一族群按部就班地离开非洲，而是多个不同的人类群体在不同时期通过不同路线同时探索新地区。而挑战走出非洲理论的并不只有化石本身，来自考古学的证据同样令人不安。在德马尼西遗址出土的石器符合人们对早期技术的预期，主要是简单的石片工具，但乌贝迪亚遗址的工具却完全不同，那是一套更早期的阿舍利技术，包含用火山岩精心打制的手斧等复杂器物。问题来了，为什么年代更早的化石反而配备了更先进的工具？这种技术差异很难用单一迁徙路线来解释，反而更像是不同文化、不同技术传统的人群分别进入了同一地区。这进一步强化了多次迁徙、多支人群并存的可能性。当然，你也可以说，一块化石不足以推翻一个建立了数十年的理论，这话本身没有错。但问题在于，这一次并不是只有一块化石。乌贝迪亚化石只是一个更大证据体系中的一部分。多处化石发现、遗传学研究以及考古学证据正在共同拼出一个远比我们过去认知复杂的多的人类演化图景。其中最引人争议的另一个关键证据就是所谓的彼得拉洛纳头骨。这枚头骨于1959年在希腊的一处洞穴中被发现，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核心问题只有2个：它到底有多老？它对人类起源意味着什么？按照目前主流的科学测年结果，这枚头骨的年代大约在16万到24万年前之间，这个时间范围是完全符合传统走出非洲理论的。但并非所有学者都接受这个结论。参与这场争论的重要人物之一是研究者阿里斯·普里奥，他认为这枚头骨的真实年代要早得多，可能接近70万年前。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它将直接动摇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再向外扩散的核心假设。他指出，头骨在形态上呈现出某些明显的欧洲特征作为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但必须说明的是，这一解释并没有被主流学界广泛接受。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目前没有足够证据支持欧洲独立演化路线这一说法。基于更可靠的测年技术和形态学对比分析，主流观点将彼得拉洛纳头骨归入海德堡人。这种人类被认为生活在约70万到20万年前，分布范围横跨非洲和欧洲，被普遍视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智人的共同祖先。将彼得拉洛纳头骨与西班牙的西马德洛斯维索斯头骨以及非洲发现的卡布维头骨进行对比后，研究者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相似性。这说明当时分布在不同大陆的人类很可能仍属于同一个祖先族群，只是后来分别演化成了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和非洲的现代智人。即便普里奥关于年代的判断并不正确，彼得拉洛纳头骨依然是理解欧洲人类演化的重要关键证据，而他也为接下来那些更具冲击力的发现埋下了伏笔。事实上，真正开始把走出非洲理论推向风口浪尖的，并不只是化石。在分子层面，基因证据同样开始唱反调。2023年，一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重磅研究，直接挑战了单一非洲起源的传统模型。研究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人类演化更像是一张网络，而不是一棵只有一个根的家族树。这项研究利用遗传数据和计算机模型，分析了来自非洲南部、东部和西部的290名现代人的基因组，并测试了多种不同的演化情景，试图找出哪一种最能解释现代人类的遗传多样性。结果出人意料，数据并不支持所有现代人类都源自非洲某一个单一族群的传统观点。相反，研究显示，现代智人很可能起源于至少2个彼此相关，但长期保持一定基因隔离的非洲人群。这些人群在漫长时间里偶尔发生杂交，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基因混合状态。
这项研究真正动摇的是所有人类都来自一个单一同质祖先群体这个长期被默认的概念。过去我们一直相信所谓的共同祖母理论，也就是所有现代人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起源群体。这个观点几乎成了人类演化里的常识。但这一次研究人员给出的模型完全不同，他们不再把人类演化看成一棵从根部向外分叉的进化树，而是更像一张彼此缠绕、反复交汇的网。在这个新模型中，早期人类族群并不是一直聚在一起，相反，他们会周期性的分离，在不同地区独立演化，然后在漫长的时间尺度上再次相遇，重新融合，交换基因。这种分开、再相遇、再混合的过程持续了几十万年，最终塑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复杂人类基因多样性。换句话说，现代人类并不是某一个族群的直系后代，而是多个早期人群在生存竞争中不断混合、筛选后的综合产物。考古证据也在悄悄支持这种高度互联的演化模式。在非洲各地，距今30万到10万年前的早期人类遗址分布非常广泛，而不是集中在某一个唯一源头。如果人类真的起源于一个单一地点，理论上最早的证据应该高度集中，然后再向外扩散。但现实并非如此，我们看到的更像是一块拼图。非洲不同区域同时存在多个人类群体，每一个都在为智人从哪里来贡献自己的那一块碎片。那问题来了，如果走出非洲并不是完整答案，那替代方案是什么？这时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争议已久但很有意思的理论——多地区起源假说。这个理论和主流观点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认为现代人类来自一次单向迁徙。多地区假说认为，直立人早在100多万年前就已经走出非洲，并扩散到了欧洲和亚洲。随后，这些分布在不同地区的直立人群体在各自区域逐渐演化成现代人，同时通过持续的基因交流保持联系。也就是说，人类演化不是发生在孤立泡泡里的，而是一个全球同步、持续互动的过程。相比之下，传统走出非洲理论认为，智人起源于非洲，然后几乎完全取代了亚洲和欧洲的原有人群。但多地区理论的支持者指出，目前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发生过彻底替代。一个关键疑点是，如果智人真的完全替换了当地人群，那么在石器工具和文化层面，应该能看到明显的断层变化。在亚洲，我们并没有看到智人到来后，石器工具或文化出现明显的断层式变化。如果智人真的完全取代了当地原有人群，那么在技术和文化上理应出现一次清晰的升级或重置。但现实恰恰相反，很多地方的工具传统似乎是连续延续下来的。这更像是早期人群并没有突然消失，而是参与进了后来现代人类的演化过程。还有一些看似零散但拼在一起却很关键的证据，也在支持多地区起源的思路。比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乌贝迪亚脊椎骨发现，它就非常符合人类演化高度混乱、彼此交织的图景，而不是一次单向迁徙就能解释清楚的故事。多地区假说描绘的不是一股人类洪流席卷世界，而是多次迁徙、反复接触、持续基因混合，在不同地区同时发生，最终塑造了我们今天的样子。当然要说明的是，在当今科学界，多地区起源仍然属于少数观点，走出非洲依然是主流模型。但多地区假说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它迫使我们跳出一个过于简化的叙事。人类演化也许并不是一连串彼此独立的事件，而是一个长期保持联系、持续交流的全球过程。那问题来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回看这么久远的历史？为什么不能只关注最近10几万年的智人阶段？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只盯着最近10万年，就等于只读一本书的最后一章。人类的演化故事并不是从10万年前才开始的，真正奠定我们成为人类的关键变化发生的要早得多。比如一个极其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节点——直立行走。两足行走并不只是换了一种走路方式，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一切。当我们站起来，双手被解放出来，用来制造工具、搬运物品，骨盆、脊柱、手部结构开始重塑，视野变高，让我们更容易发现危险，追踪猎物，也让长距离移动成为可能。
进而推动了合作狩猎和社会行为的发展。这些变化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与工具进化、大脑增长、环境压力一起，彼此推动，相互强化。如果忽略这些更早的阶段，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为什么人类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进化从来不是一条笔直的时间线，而是一张不断重叠、修正、延展的网。只有把视角拉到深时间尺度，从最早的直立行走，一直看到智人的出现，我们才能真正看清人类在地球生命史中的位置。那你怎么看？你更认同走出非洲的单一起源，还是觉得人类的故事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